好，我们今天来久违的玩一下这个墨西哥。上一次玩墨西哥这个国家还是在上一次，这次玩主要是有一个粉丝想看我打一把完整的墨西哥脱线啊。什么是完整的脱线啊？就是点完这个碾碎官僚，把这个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给他推翻了。推翻苏联的话，感觉难度不大，比较麻烦的还是这个打南美洲啊，这个比较花时间。如果我们只要点到这边就可以的话，那我可以省下大量的国策去点左边的这些工业线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。如果能过早涉足欧洲的话，应该会简单一点。墨西哥难玩主要也是在南美浪费太多时间了。前期我们还是老套路啊，最快速度把这个塞迪略将军给他逮捕了，然后等这个托斯基回来。我记得旧版本托斯基大概是在36年10月份回来啊，新版本托斯基先去挪威了，我不知道他还回不回得来，先试试看。这游戏事件是不是调过时间了？为什么刚开局就有这个东西了？我们肯定是不敢乱点啊，不然开局就内战了，或者说我们就乱点啊，开局就内战也可以。那我们先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直接玩这个无神论国家啊。众所周知，墨西哥这个国家为什么可以玩，主要是因为它离美国太近啊。离美国太近是墨西哥的唯一优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，前期只造枪就可以了。为了触发这个基督战争，我们直接最快速度先把红衫军点出来吧。红衫军点完之后，只要过150天就会内战了，感觉时间也够了。我们正好打完内战再变成红色，再打一下美国。为了降低这个内战难度啊，我在内战开始前先把所有部队给他训练到5点经验值，然后我们改个一炮师。这个操作很经典，大家应该都会吧，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好，这个内战很快就爆发了，感觉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内战简单改一改法案什么的。不过这集比较怪的就是已经到11月份了，这个托斯基还没来啊，他是不是忘了来了？我不太清楚。先把所有部队变回步兵，然后再造一点步兵师，或者说直接造骑兵师也行，但是这种步兵师下的比较快。刚说完这个托斯基他就来了，那来的时间刚刚好啊，正好帮我们打一下内战。这边直接邀请他进政府，然后给我们来一个红军组建者。托斯基可以说是最强陆军部长了，可惜在挪威的时候只能当一个内阁，而且他这个内阁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修复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内战很快就打完了，枪基本上也缴回来了，就是船可能损失了一点，不过本来也没多少船，因为打得比较快，所以感觉不是很影响我们待会儿打美国啊，可能就是损失了一些部队，但是我们都是跑马的，损失就损失了吧。内战打完之后，我们再买点枪。反正墨西哥前期工厂还是够买枪的。点数多的用不完的话，可以在这边点一下决议，给我们拉点 buff。我们走左边的红线也是一样的，它也是40%。想快点出来的话，可以先搜捕一下，把无关紧要的搜捕掉。感觉人力还是有点不够用啊，我们可以再点一个有限征兵，先把征兵法案微调一下。到了37年的7月份，我们就能点变红的国策了，感觉有点晚了。不过也不是特别晚。变红之后，我们先不着急正当化，可以先把这个革命阶级战争点出来，这样的话能减一下正当化的时间。虽然说正当化美国花的时间并不多，但是造成的热度太高了，我们肯定是正当化菲律宾的，所以先不着急。好，到了这个38年的3月份，我们就可以对美国宣战了。在开战前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画的线给它关了，然后部队往后退一点，给这个美国留一点前进的
路，这样的话我们好穿插它。这边就不耽误时间，直接宣战了。当然，宣战谁都是一样的。跑马的时候注意一下，这个港口是要留几个人看着的，防止被美国反登陆包饺子。虽然美国部队并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它反登陆也是很麻烦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船，管不住这个海岸线。每个地区都可以往后退一点，反正就是找机会嘛。不然这个美国部队前进了，我们就有缝隙可以穿插了。好，到这边游戏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太久没跑马了，有点不熟悉了。正常来说，只要我们不停往后退，总是能找到机会突破美国防线的。毕竟美国就那么多部队在前线，只要我们突破之后，美国就再也难不住我们了。这边可以选择玩一把这个机动作战，也很久没玩了，虽然很没有用，但是也是可以玩的。我们后续的骑兵也都可以全部放在最前线了，放了37个出来，差不多就不用再造了，够用了。这边可以把他前线的部队全给他包了。
我们跑马跑到这边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美国也就剩几个胜利点了。这一局跑得比较粗糙啊，就随便点了一下，所以死了很多部队。大家如果想损失低一点啊，可以把这个骑兵师改成2营骑，这样的话不会蒸发。我这个部队很多都是被美国碰了一下直接蒸发了，这个也没什么办法。好，到这边我们就成功消灭了美国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军工多的几块地给吃回来啊，毕竟我们要早战。如果直接傀儡美国的话，我们这个附庸是不提供任何军工的。吃地的话，我们还是先把民工多的几块地都吃了，军工多的地先不着急啊。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再吃一下美国的资源，如果大家嫌麻烦的话，直接全吃也是一样的。这边先把傀儡掉，然后工厂拿到手，最后再拿一下资源，然后再把美国的船全部吃过来。这样子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准备打下一家了。吃完美国的地之后，我们先给美国修点基建啊，大概就修在这边资源比较多的地区。把美国的这个自治度降下来之后，把它变成我们的高级附庸，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军工了。接下来国策我们优先把科研槽给它开了，然后打这个欧洲的话，我决定还是先拿一个葡萄牙或者西班牙作为前哨，拿下来之后我们再想办法进攻整个欧洲。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太早了，我们没什么装备啊，我们先打一块地就够了。美国的船拿到手之后可以直接开始训练，最快速度给我们攒这个海军经验，以后可以做海陆高达。多的政治点可以先开战时经济了，然后这边可以再上一个工业领袖。墨西哥没有研究过运输船，还是早点研究好，等这个科技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去登陆一下葡萄牙。我发现登陆其他国家还挺麻烦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周围的驻港权，只能靠待会儿邀请这个巴西来获得这个更近的距离啊，不然的话够不到。给美国发400条运输船应该就够了，已经帮他修了不少基建了。这个基建也不用修太高级啊，修的差不多就行了。接下来给我们自己修军工。运输船发过去之后，直接降低自治等级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军工数量就上来了。开始快速造炮，炮还是挺重要的。这边运输船研究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准备登陆了。先找美国要点部队啊，我们现在手上部队装备太差了，用美国的部队应该会好一点。放到这边来。然后正当化一下，感觉这个时间点热度这么高，可能正当化不了啊。先正当化一下河南，骗一下英国人的饱读。啊，饱了，取消一下。这美国部队还挺多的，可能有很多都是之前没来得及造出来的，先练起来。这边再正当化一下比利时，再骗一个饱读，英国应该就没政治点了。刚刚已经改善过关系了，直接邀请巴西，他这个是必进的。进来之后，把我们的舰队直接调到下面去。骗饱读主要还是需要正当化时间快啊，我们这个30天就正当化好，英国来不及回政治点的。大家如果一次没骗成功，就多骗几个，直到把英国政治点骗的差不多了，就来得及了。这边直接宣战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拉进同盟国啊？这个时间点比较悬，但应该不会，毕竟德国还没有和同盟国开战。这个同盟国应该也不会想主动开战吧。很快我们部队就已经到了葡萄牙，直接强攻。上岸部队抢下港口就拿下了。他怎么这边还放了兵啊？还好我后面这队来的比较晚。
他这部队跟闪现过来一样的，问题不大，拿下了。这个互斥国策的话，我觉得选右边好一点啊，现在比较缺战争支持度。稳定度这个以后再说吧。好，我们仅用美国的部队就成功消灭了葡萄牙，这样我们就有了全世界的地了。不过粉丝的要求就是想看到我们消灭苏联，那就不着急，我们待会儿可以先把这个同盟国给它瓜分了，然后再消灭德国，消灭苏联。葡萄牙的地我就懒得吃了，我们还是傀儡吧。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缺资源，也可以把它的乌拿过来，感觉正当化速度挺快的，我们再冲一个西班牙吧。这边正当化好的一瞬间直接宣战啊，防止英国人政治点存够了，这个时间点还是挺悬的。直接强攻，拉上葡萄牙。其实可以给这个葡萄牙修点基建的，不过它基建已经满了。西班牙的防守还是有点好啊，他不是刚打完内战吗？啊，这美国把自己的自制度又降回去了，我绷不住了。用他部队打了太多仗了，一下子我们这个军工又给他吃回去了，不行，再给美国修点基建。这个就有点离谱了，为什么前线会出现德国人的装甲师啊？这个装甲师还是经验加成75%的，我有点绷不住了，怎么还是个骷髅装甲师？这个版本德国都会刷骷髅师了吗？看来是我太久没好好打德国了呀。我们赶紧先把这个西班牙的部队吃掉吧，德国的装甲师待会儿再应对啊。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这个部队还不小心被包了，直接给他删了，哎，就变成美国的部队了。不过美国不是没有被我拉进战争吗？为什么能和他打起来？不应该是直接无敌走人了吗？这个越来越离谱了，这个德国是把全家的装甲师全派过来了吗？这个39年虽然说德国有装甲师，但不至于一下子派这么多吧？我还根本打不过他，他是什么装甲师啊？这个好歹经验值不是骷髅，反正我现在纯步炮，还真碰不动他。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儿吧，也差不多了，下集继续打。我们下集直接把德国扬了，也不和他什么装甲师打了。